美国的房贷也能以旧换新吗？美国重新贷款的全攻略。在美国生活，房贷不是签完字就扔进抽屉的废纸，而是一项需要动态管理的金融资产。当市场环境变化的时候，学会重新贷款，可能是你这辈子最赚钱的财务决策。底层逻辑，什么是重新贷款呢？简单来说，refinance 就是借新债还旧债。你找银行申请一笔新的贷款，用这笔钱把原来的旧贷款一次性还清，从此你开始按照新贷款的利率和年限来还款。重新贷款的核心目的通常有三个：降利息，用低的利率替换高的利率，直接削减每月的月供；调期限，把30年改成15年，省总利息；或者把15年改回30年，缓解现金流的压力。套现 cash out， 防止降价，把增值部分的钱借出来，这比信用卡或者车贷的利率低得多，适用于装修、投资或者整合高利息的债务。很多人在纠结利率的时候，资深专家会盯着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。晴雨表效应，银行要把房贷打包成证券卖掉，为了对冲30年的风险，他们会参考10年期的国债的走势。正相关关系，国债收益率涨，房贷的利率必涨；国债的收益率跌，房贷的利率跟着跌。实操，关注国债收益率的技术回测，当它连续猛涨后出现小幅回落的那一两天，就是你锁定利率的黄金窗口。决策模型，什么时候该出手呢？不要看到利率降了就冲，要看回本期。计算公式，回本月数等于重新贷款的成本，除以每月省下的月供。案例，重贷手续费$6000，每月能省$200，回本需要30个月，就是2.5年。如果你打算在这套房子里面再住5年以上，果断做。1%准则，通常当市场的利率比你现在的利率低0.75%到1%的时候，重贷的价值才开始显现。Refinance 的实操流程，信用检查，像买房子一样，提前半年养分，准备材料，最近的工资单、税表、银行流水。房产估值，银行会派人来看你的房子现在值多少钱。锁定利率，选个好日子，把利率锁死。签字过户，支付过户费，新贷款正式生效。避坑指南，识破免费的诱惑。在咨询的时候，你会听到免费，真的免费吗？点数相当于预付利息，1个点等于贷款额的1%。你现在多给钱，银行以后给低利率。长住则买，短住不买。无费用，银行帮你付手续费，但是会把利率提高0.125%到0.25%，这叫贷款信用。专家建议，如果你现金流紧，或者打算3到5年内再次重新贷款或者是卖房，选择无费用更好。关于锁定利率的真相，利率是天天跳动的，你没交正式申请，银行是不会帮你锁定的。锁定的时机，只要当前的利率能让你达到财务的目标，不要贪心。为了等那0.125%的差额，往往会等来0.5%的反弹。重贷不仅仅是省钱，它是一种现金流的优化。如果你有年利率20%的信用卡债务，通过 cash out refinance 借出利率6%的房贷来还掉卡债，这在财务上是非常聪明的降维打击。但是前提是千万不要把拿出来的钱去买消耗品，如名牌包包或者是豪车。
稳定的现金流收入才是投资房地产的制胜法宝。欢迎点赞订阅。